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兰博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一个上路兑现情况。出装上面的话没有太多的什么变化，还是面具加推推棒，然后再加一个诅咒者，放血者的诅咒。放学者剑魔啊，这版本真的就是三幻神之一啊！这两大幻神打在了一起，我们看一下前期我感觉是兰博会更强一些，就起码4级的时候剑魔是100%打不过兰博的，但5级的话就不好说了。但兰博又可以灵活的运用大招刷线什么的。就又也不是很虚，这个剑魔。对方赶来换血有红，就是高温情况下，就是被动比较，就是100以上的时候，就是直接上去换血就好了。剑魔是换不过你的。不过刚刚那个骸骨刷新的刚刚好啊，不然如果没有骸骨的话，其实还真不好说。就打剑魔的话，就有时候会因为骸骨那点伤害差一点。没事，剑姬过来了，让剑姬先去扛。一技能减速到了，补点伤害，直接剑姬也是闪现出去。像你，比如说你身为打野吧，你就多比如说队友不行的话，你就多扛一下塔。岩雀来了，闪现过来，撒个大招，劝退一下，哇，扶过来了。你大招没有晕的大招吗？但最后还是秒了。他还有2段大招，但剑魔过来了，必须得退。AP 是吧？做这个法术鞋是必做的因为刷线太快了。你兰博，你再加上法术鞋，那刷线能力难以想象的快。这波线的话，稍微卡一卡，不能再过去，因为怎么都能让对面少吃2个兵的。对方强行过来，那有红温，直接敲。就兰博有红温的情况下，他的伤害就是100%伤害，平 A 还有 Q 技能的那个伤害就是100%伤害，非常疼。既有就是更多的魔法伤害，然后又是100%伤害，我天，扛不住的。所以为什么兰博会玩和不会玩，就看他会不会控温，你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兰博，首先跟你讲，就是实力不对等，所以才会导致现在这个样子。第二点就是这2个英雄群，就是他们的素质就摆在这里了。兰博，如果你们喜欢打上单的，一定要去玩兰博、波比、剑魔这3个。这赛季练他吧，他不削之前你就猛玩，而且班率不高，班位的话，我看现在都没什么人喜欢搬上单，更多的是喜欢搬这个中单跟打野位的英雄。现在上单兰博没什么人喜欢搬。
这还不走就直接没了。一塔到手。剑姬也很懂，看到这边有这么能打的兰博，直接帮他扩大优势。上路压力还是蛮大的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红温兰博的一个爆发大招，封对面的走位，补上输出，一个 E 闪接平 A， 最后被塔打掉了，但问题不大了。上来直接烤，队友有伤害补伤害就可以了。说实话挺吓人的。这里大招减速到了，面之月持续打输出。这里开大招过来送吗？这岩雀。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。说实话，我发现有时候有一些局就打着打着，就到了劣势局，我感觉他们就是那种神志不清的那种感觉。像手游的话，跟端游有个区别就是兰博 E 技能，端游是好像是可以放，就红温以后是可以放的，那手游不一样，手游的话，红温以后是不能放 E 技能的，就所有技能都是直接进入到沉默状态。但他那个就是端游的沉默好像是可以放 E 技能的。我第一次玩手游兰博的时候，我就怪怪的，为什么不能放 E 呢？所以我当时一直在纠结，是先 Q 再，就是怎么就是快满了是，难道直接不交易然后给 Q 吗？还是怎样子？后来发现应该是直接给 Q 就好了。这里假装追剑魔，其实回来打这个岩雀有意有大招，这边跑都不知道怎么跑，往这边走有队友接的空个大招，庆祝一下是吧？这里的话，甚至直接一闪过来对方还有大招对面的上中也是真的炸了呀！这种就是上单的优势辐射给打野，打野再把自己的优势辐射给中单或者什么的。像这一波没闪就不要太浪，知道吧？距离性要拉满，知道吧？像这种对面上路在那里已经有3个人漏了，
就算下路是2个人，这个优势完全可以1打2，完全不用怂对面，所以才可以这样子去操作，知道吧？然后这边不用看，下路只有1个人，寡妇是守塔，怎么可能守塔？他不可能说做守塔，这只能刷线，刷完线去做绕后做切割，这才是他该做的事情。就每个英雄他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知道吧？如果说这个英雄什么优点都有，那不用看，他一定是会被削的。这里大招给出来，一个大招烫4个，直接分割战场。剑姬的话啊，被秒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才是寡妇该做的事情，就是绕后做收割。主要是这波红温又越塔了，然后 W 技能也交不出来，然后被控到以后就没办法。像刚刚其实丢完大招就头也不用回，然后就直接走就好了。刚刚还是太就是杀心太重，你知道吧？为了去越塔去杀这个岩雀，因为你优势方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去跟对面打架换人头肯定是优势方亏的。还有但有个点啊，这个版本需要一直打架。我跟你说，真的要一直打架。你不一直打架，对于就是给对面喘息机会的话，你就想要去拿龙，很好的找机会去拿龙的话，除非对面真的菜到爆，那这样的话还真能秒这条龙，把龙给吃了，然后来绕后，有闪现的，这里推棒，骗一下对面伤技能。你可以看到人家的那个什么，这里面有个点就是，哎呀，做推进不好做，然后对面抱团卡杀的话，你还不好秒，然后而且，哎呦，这边闪现没过墙是吧？好像撞墙了。然后怎么说呢？卡玛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卡玛，你别看卡玛，现在这个版本我觉得它不属于那种很常规的 AP 英雄。为什么？我现在觉得卡玛它的 E 技能那个就是盾的那个 CD 啊，你起码就是这局其实就是辅助的一个强度不太行，不太对等。就你莫甘娜，你要去 W 补伤害或者什么的话，那你就给不了太多的增益 buff， 就不能说去做那个。如果你要走辅助路线的话，莫甘娜的 E 技能的盾啊，它 CD 又9啊，这是我觉得莫甘娜的 E 技能是真的，但他 E 技能强就强在可以怎么说呢？免疫控制，这是强的，但免疫控制之外就没有任何东西了，就只能吃法师伤害嘛。
怎么说啊？有弊端也有那个吧，但我觉得 CD 可以快一点的话，莫甘娜会好一些。但我感觉莫甘娜真的不是很理想，他这个英雄，而且他 Q 技能我打反手还行，你要是主动开团或者说找机会也不太行。哎，安妮的大招又空了，哎，这个安妮大招是真的。画面中多少次空大了，在这里意境呢还抵消掉他的2段大招啊！对面打野啊掉了，这也可以尝试去摸大龙的。对面岩雀鹰会不会开大招过来呢？这边哦。秒掉了，直接回家。法宝做出来了，其实游戏可以倒计时了，但其实也没那么好打。对面卡莎没那么容易死了，这个时候，而且这边没人，除了剑姬找机会绕后能切到对面卡莎外。只要卡玛爆就是一直给盾的话，其实你要想很好的去切掉对方，不是很好切的。这被这个伊芙琳秒了。寡妇现在就该这么玩，才能体现出他的优点啊！扬长避短，一定要这样子去。就你玩英雄的话，一定要学会去扬长避短。这边阵容整体下来其实没有说特别强，这里的话，让安妮啊随便找机会开团就可以。这边过来看一下，找机会绕后，但第一时间红温了，打不住输出。像刚刚那一波细节就是没做好，很明显的就是丢完大招以后是红，就是在交 W 其实就红温了，所以闪现过去。就只能往后拉，但没关系，利用这条大龙推2座高地应该问题不大。但想要一波有点难，还是得等下一条大龙。哦，大龙已经没了，大龙魂那个嘛，龙魂已经那个嘛，大龙的那个 buff 没了。而且这个阵容有个点啊，顶上去的话又很容易被对面直接 poke 秒掉，还不好打。剑魔就强在开了大招以后啊，你第一时间秒不掉他后续打出来的输出，甚至把这个大灭给续上的话，你就玩不了，很难去处理。安妮的话，很明显的经常迷路的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哦，对面。剑姬的话，想要单带，想要偷塔，后面有个辅助绕过来了，这辅助没伤害，只要能贴到脸上给输出就可以了。啊，这啫喱怎么可能 E 上去啊？这边的话吃个果子
没果子的话，这个血量不健康的话，不是很好处理的。这边给个大招，对面想跑也跑不掉了啊！压气神没压到，剑魔应该没大招的，但是差不多了，大招 CD 应该快好了。打快点，哎，没大招的。但这波龙团的话，剑魔就有大招了，得小心一些。但有那个远古龙，问题应该不大吧？对面的打野一定是会去找这个安妮的，所以啊，往自家 C 位那里靠一靠啊，针对一下对面寡妇就可以了。那这波的话，对面掉了2个人，双龙会啊，对面应该也是守不了了。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的话还有一局就比较顺一点。就没打得现在啊这么困难。好，那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